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先了解佛经里面所记载的呢，不一定是佛陀所说的佛经是除了佛陀所说之外呢，还有天神、天人所说。有时候呢，我们读经会碰到一些比较无法理解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例如呢，佛经说呢，佛陀是他的妈妈呢，摩耶夫人呢，从他的腋下把佛陀生出来的。那你想这个有可能吗？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没有一个人是从这边生出来的嘛。那我们如果相信吗？你告诉我要怎么样受胎，怎么样接生？那如果你不信吗？那这个又是经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能质疑那个佛经吗？当然不行嘛。那要怎么办？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玄奘晚年大半的心血都投入了翻译大般若经那他在圆寂之前有一天突然头痛他就疑惑了，莫非我翻译的经文有错？于是这个玄奘法师就发了一个愿他说，如果我翻译的经文有错误的话呢，那么在我圆寂涂皮的时候呢，舌头不会坏那涂皮之后呢，大体烧成的骨灰这个舌头就是没有烧坏掉。那不只是玄奘人称翻译经大师的这个鸠摩罗什他翻译经典的造诣也不输给玄奘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呢，就是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的僧众呢，一起把它翻译出来的。那鸠摩罗什在临终之前也是这样讲如果要证明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无误的，那就是我圆寂涂皮的时候呢，舌头不会坏掉这讲法跟的玄奘是一样的结果涂皮之后呢，大体烧成骨灰了这舌头跟玄奘一样也是没有坏那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实在很难理解的因为呢，我去查这个火葬场的这种烧大体的温度我们人往生后去烧火化嘛，去火葬那个火的温度是摄氏800度左右骨头都烧成灰了呢，舌头如何不坏呢？所以这个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还有佛经常常说到佛陀讲经3000人聚，那什么意思佛陀要面对3000人开示那时候呢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扩音器，那信众如何听得到佛陀的声音呢？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徒组团专程去参访印度的灵鹫山嘛，对不对？那探讨当年呢佛陀讲经说法的那个现场，其实面积不大各位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给各位看看这个灵鹫山现在的这个画面你看那个现场几十个人就坐满了那么怎么会讲3000人呢？怎么坐得下呢？根本就不可能嘛现在我们要去演讲要分享干什么？超过20个人以上，那个现场没有麦克风跟讲话就人家听不清楚了，讲话就很辛苦了那3000人等于是3个净思堂里面讲经堂坐满的人数所以你很难去理解这个3000人怎么可能嘛？所以我们只能够解释的就是说3000人它只是个形容词啦形容很多的意思啦。那禅宗6祖慧能大师得到5祖弘忍大师的衣钵的时候呢，离开黄梅那很多人在后面追赶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嘛希望夺回这个衣钵那第一个追上去的就是慧明法师嘛。那6祖禅师知道大批人马已经赶到我这里了，他就把衣钵放在一个草丛外面的一个大石头上面，把它放在上面，把衣钵放在上面，然后自己就跑到旁边的草丛中躲起来了。那慧明法师看到那个衣钵就在石头上面嘛那他就用手去拿，可是怎么拿就拿不起来这个也是无法理解，为何石头上面那件衣服拿不起来？对，衣服放在石头上怎么拿不起来呢？这个我们也是很无法理解嘛，对。
那还有呢，目犍连尊者啊，在他的国家发生战乱的时候呢，他利用神通到他的国家里面呢，救了500个人出来，然后把这500个人呢放在他的那个钵就完了，放到那个钵里面了。那救出来之后呢，把那个钵的盖子打开以后，全部变成血水。那他告诉我们，这个佛经告诉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神通啊，抵不过业力啦。虽然目犍连有神通，可是这些人有这些人的业力你神通抵不过业力，他要启示我们这个道理的。那其实这个是正确的但是把救出来这个500人呢，放在这个碗里面，500个人放在这个碗里面然后后来这个500个人又变成血水在里面，这个我们也是无法理解的。好，还有在佛陀的前世里面呢，有一世是佛陀是一位国王的3王子。那大王子呢是弥勒菩萨，那2王子呢是文殊菩萨，3王子呢，第3个王子就是佛陀的前世嘛他看见有一只母虎呢跟7只虎子，那这只母虎呢被饥饿所逼那这3位王子呢担心这个母虎呢这个饥饿到极度的时候呢，可能会吃掉这个自己的孩子，吃掉这个虎子那第3位王子他就故意什么？他很有悲心，他故意呢爬到那个高处那树上面去让身体呢坠于地让这只身体残弱的母虎呢可以喝它的血吃它的肉了。结果这只母虎最后把这个第3王子的这个身体吃到剩下一堆骨头。那这个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舍身饲虎的故事，这个典故那这样子的佛经记载也是很难让人了解。为了救那一只饥饿的母虎，然后让自己掉下来摔死，然后让那个老虎来喝它的血，吃它的肉，这个我们也很难理解了。好，刚刚我们举的7个佛典的故事，刚刚前面有7个，都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也会让我们很疑惑。那到底如何来释疑解惑呢？那佛经里面有所提到一些典故呢，因为年代久远实在很难考证我们如果只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佛经上面的意思有时反而无法走出迷宫而困扰自己。阿难尊者呢，凭他的记忆去记载佛陀所说的话，然后经过结集而成为经书嘛。那个时候呢，没有纸而是用贝叶来记载。那经过2000多年的辗转东传到中国甚至经过不同语言的翻译，那这个实在是很难保证说不会失真的。所以呢，在与佛相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听来的佛法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必须慎重去探讨。我们没有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慎重探讨那依照正言上人的这个解释上人是这样子解释古人以神异的方式来描述佛陀从他母亲摩耶夫人的意象出生这个是在表达对佛陀的崇敬。读经读到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善解那是理想中的理，而不是人事圆融的真理。要真人真事，合情合理，那才是真理这整段都是正言上人的解释的上人说我们可以善解古人为了描述佛陀的异于常人跟一般人不一样而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上人在讲经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看只要碰到比较虚幻神异的，或以现代人的角度去看比较无法理解的这些故事呢，上人都会把它避开，因为讲的你可能也会疑惑嘛，对，跟我们一样会无法理解嘛所以从几十年前到现在，每一天早上的志工早会或者进士成语正言上人的开示一定是离不开以事项来显真理我们曾经也分享过好几次的这是上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以真人真事呢
来显诸佛妙理。其中呢，真人真事其实就是什么？慈济人慈济事啊。那合情合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情跟理呢兼顾啊。也就是呢，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情之中啊，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句话是近似语啦。那各位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刚刚前面讲的嘛，将理智蕴藏在感性之中，在里面啊，这就是外圆嘛，内方。外圆内方强调的是什么？不只是对外要圆融啊，心中还要有原则啊，意思是这样子嘛。那第二句话呢，将感性置于理智之上啊，其实两句话都差不多嘛，但是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啊。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个就是随方就圆呐。强调的是什么？君子如水，对外都跟人家很随和、很合群，可是里面呢还是有自己的原则，不是自己的原则了。这两段话不能够拆开讲，这句近似语要一起念的，要合在一起，才是理性跟感性，才是原则与圆融的兼顾的中庸之道。这个就是佛法的至善圆满之道，两个不偏不倚啊。那我们再把它讲白话一点，就是什么？做事要讲原则，做人要讲感情，人跟事要分开处理，才会做人处事呢清清楚楚啦。对事情可以多讲理，对人呢多讲情啊。这个理跟情的两个分寸的拿捏恰到好处啊，才不会造成失去圆融的原则，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你要有原则，还要有圆融，两个都要兼顾了哈。所以这段话如果可以把它好好的落实在生活中的话呢，就不会有人事问题跟是非问题了。大家可以深入去体会这句话啊。现在啊，社会上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什么？认知作战。最近大家都有听到这个字，认知作战，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用假新闻、假讯息来颠倒是非，来混淆视听，扰乱社会。以前刚开始，我们大家很容易受骗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人心惶惶。那现在久了以后，大家已经有免疫力跟抗体的啦。那政府还成立什么假讯息的查核中心？因为有人故意放出假的防疫讯息来制造这个社会的混乱。不过呢，道高一尺啊，不是魔高一丈佛高一丈啊。现在大家也不会轻易的相信的，去相信这种以假乱真的，我们就信以为真，也不会的啦。大家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了。那不止防疫讯息很多新闻也是以假乱真啊，不止台湾啊，全球都是一样啊，会令人起疑。那真人真事呢，就不会让人起疑嘛，因为有相片、有影带啊，还有文稿啊，这个我们叫做三合一的。同一件事情，这三个都要有记录。所以我们大爱电视台的责任跟使命，就是要报真导正嘛。上人给他们的期许是，你不是要看收视率的，你最重要你是要报真导正，不能有虚假东西在里面的不能有猜测的，也不可以全部都是真跟正，报真导正所以这个是一个清净的频道，没有人会去质疑的。那现在我如果跟大家分享说，有水牛它也会礼佛两脚跪下来礼佛大家可能不信嘛，因为你没见过，你会不信嘛。但是我拿菲律宾分会过去2-3年来浴佛典礼的时候呢，一位慈济受帮助过的这个农夫呢，他牵着他的水牛到我们室外的这个浴佛现场，这只水牛就真的是双脚跪下来礼佛，而且不只是1年的浴佛，连续3年都是这样，都有这个水牛来浴佛，而且他还会带他的小牛一起来。我这样讲，口说无凭呢。那可是这个是有录影存证的，不是真人真事啊。
真牛真事啊！现在我们大家来看看这则影片。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Okay na yan, okay na yan. Okay na yan. Okay na yan. Si Ayla, kini lubog na. Ay, daon niya kari, di man mo daon.像这样不是传说，也不会让人起疑。它是真牛真事，也合情合理，所以这个就是真理了。哦，所以刚刚看了这个影片嘛，对不对？佛陀时代呢，科技不发达了，没有录影设备啊，甚至连最简单的拍照也没有嘛，所以佛陀才会交代弟子们啊，将来我入灭啦，你们如果要让世人相信说你讲的话是佛陀讲的，那你就要在经文的前面先讲，你要讲之前要先讲。如是我闻啊，这是我听佛陀亲口讲的，不是我自己编的啊，这样就让人家起信了，让人家相信了。这个是佛陀时代的做法嘛。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如果还是讲如是我闻的话，那不一定会准确哦。所以这个法有时候要与时俱进了。因为为什么现在不能讲如是我闻？你的如是我闻跟我的如是我闻可能会不一样。佛典故事都是讲如是我闻嘛，传到最后都会失真的。我们以前举办过很多生活营，相信大家可能参加这种营队了哈。中间有一种游戏是什么游戏啊？每一排10个、15个、20个都好了哦。那请第一个人呢传一句话，跟第二个人的耳边讲，跟他讲这句话。然后第二个人再跟第三个人靠近他耳朵讲这句话，这样1传10，10传20你知道吗？从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完全失真，完全变质了。你看现在当场讲的一个传到15个、20个，1到20个或15个都已经失真了，何况是2000多年前传到现在。所以这个是为何证严上人呢要以慈济人慈济事的真人真事来印证佛理之故。也就是说，宗门蕴藏着法脉，那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有一点呢也很注意不能因为太强调真人真事合情合理而过头了，因为太强调过头了，变成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了，这样就过犹不及，也是不好。变成有一些事情呢，你没有亲眼看到就武断的否定说这个事实的存在了。我没看到，所以
我否定，过头了，这样也不可以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当一个人的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这句话非常好，我们可以好好去体会了，有很深的哲理的。一般人都是做什么？眼见为信嘛，对。但是有时候呢，眼见也不能为信呐，因为你用肉眼看的话呢，很容易看走眼呐。有一句话说，你用肉眼看人，都看到别人的缺点；你如果用佛眼、法眼、慧眼看人，就看到别人的优点。意思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刚刚讲嘛，你如果用肉眼看事情，很容易看走眼呐。如果用佛眼、法眼、慧眼来看事情的话，才会看到什么事实真相啊。举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了。黑暗的房间里面看不到东西，那不是没有东西了，那是缺少光线。因为没有光线，所以你看不到东西，不能说没有东西。那空气跟氧气我们也是看不到啊，对不对？空气在哪里，氧气在哪里，看不到啊。但是它对我们的呼吸跟维持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啊。可是你不能说因为没看到它，所以我否定空气的存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你也是不得不信。看不到、摸不着、无形的，可是它是存在的。这种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佛法来解释叫做不可思议力量了。那举个例子，大家都更清楚啊。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我以前我也讲过一次了佛典故事中有描述森林大火里面呢，小鸟一只小麻雀，小鸟它飞到河边去，用它的翅膀去沾水，然后再飞回来这个火灾现场呢，把这个水滴下去呢。他用这个方式要怎么样？要来扑灭大火可是呢，这个是佛典中讲的故事，我们会很质疑，可能吗？这个小鸟去沾水来救火，怎么可能呢？但是他要强调的是什么？精神层面否则你想想看，一般人都会这样子想嘛，你救火的直升机跟消防车都救不了的森林大火，一只小鸟能够做什么嘛？对，但就是因为小鸟的不自量力跟使命感而感动了天呐。别人不做我来做，困难的我来做，简单给别人，人家不做我来做，就这种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因缘因此转变了，感动了天，天降大雨，把火扑灭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小鸟扑灭大火不可能，但是小鸟的精神感动了天降大雨，把火扑掉，这个就有可能对不对？这样联想起来就知道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的。同理不要小看一只萤火虫当一只萤火虫当一群萤火虫汇聚起来的时候呢，它的光呢可以照亮大地那也不能小看一只小蚂蚁小蚂蚁也可以爬须弥山上人常常讲嘛不要轻视自己的力量，一只小蚂蚁都可以爬须弥山而当一群蚂蚁团结起来的时候呢，它可以搬动比蚂蚁这个身体大好几倍的昆虫，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见识嘛，看过嘛。俄罗斯的军力是全球排名第2，现在乌俄战争不是吗？俄罗斯的军力是排名世界第2名的，仅次于美国。而乌克兰的军力是全球排名第22，台湾是排名第21，赢乌克兰1名所以乌克兰的军力跟俄罗斯的军力是相差悬殊那开战之初呢，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自己都很肯定认为说要打败这个乌克兰几乎是碾压啦，斗定泥干啦，意思是说太简单了啦可能几天内就把它结束掉了啦。结果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总统跟人民证明一件事情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这个道理显现出来，打到现在胜负难分以士气跟情势来讲呢，对俄罗斯是处于下风因为大家都在援助乌克兰嘛，对不对？
所以乌俄战争现在正在为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增加一个新的例证。什么例证啊？《孙子兵法》上次我们有谈过一次啊，叫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啦，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然后就去打仗，这个每战必败啊，这个意思了哈。那上次我们读书有谈过，所以乌俄战争也是让很多人看走眼了，对，大家都认为俄罗斯一定几天内就把乌克兰搞定了，结果你看拖这么久。好，我们言归正传。有慈济委员花了台币300元去坐计程车，去会员家里收一个100元的会费，或一个大老板来参加慈济的这个社区的资源回收工作当晚回收的资源只卖个区几百元那我们也不能跟这个老板说，哎呀，不如你不要来做了，一个大老板来做这种事情，成本太高了啦，不如你干脆捐一点钱你随便捐个几万块，都比我们做了好几天来的多了。也不必做，你也不必做的那么辛苦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子想这是净化大地、净化心灵的事情，不能用钱，不能用成本来考量，这不计成本现在你说以前我们要去救印度，去救那些受疫情影响的那些人好，跟这次我们要去救那个乌克兰难民也是帮乌克兰难民也是一样嘛，不能考虑钱，人命无价。不计成本，好，所以以上所讲的这些呢，刚刚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太强调理性的人呢，无法想象跟理解的事情因为太理性了，他们无法想象所以不能只有讲真人真事，还要能够合情合理所以为什么上面讲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两个都很重要。合情合理呢，就是感性跟理性的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才合乎中庸之道这个中庸之道就是不二法门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所以不能说没看到就不信妈妈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没看到整个过程但是没有人会说，因为没看到妈妈生我们，所以我是否定妈妈所生的，没有人会这样子讲嘛，对不对相反的也不能什么都信，有时候要信，有时候又不能什么都信这分寸拿捏很好，所以也不能什么都信什么都信就会变成什么人云亦云，盲从附和，这样也不行，也不好。因为近似语有一句来了，人云亦云是无知不真不实是迷信这句话也是近似语新加坡有一间佛牙寺地点就在牛车水那这个大概差不多20几年前开幕的时候呢，我有去看，10几年前，对不起，10几年前我有去看因为那时候新加坡分会呢会所就在牛车水走几步路就到佛牙寺的，就在那个Chinatown那里嘛。那这个佛牙寺的佛牙呢，是放在一个很大的玻璃屋里面很大那信众只能在一个远距离里面看，你没办法走到很近去看这个佛牙，而且看不到佛牙啦，因为很远，而且它隔一个玻璃在，所以连你去看的时候，连佛牙究竟在哪里你都看不到。所以我就从这个佛牙寺出来之后，没看到我们就出来了嘛，对，只知道在那个地方，但是没看到出来以后我就产生疑问，照文献的记载，佛牙不是只有2颗吗？怎么又多出新加坡这1颗呢？不是变成3颗吗？于是我就上网去搜查不搜查好，一搜查哇，很多国家有供奉佛牙的舍利寺那这样佛牙舍利到底有几颗呢？变成众说纷纭那佛教界有3种说法啦，一种说法是7颗一种说是4颗还有一说是传世的仅有2颗分别供奉在斯里兰卡跟北京的灵光寺除此之外，所有出土的这些佛牙应该都是假的。那到底前面几个说法哪一个说法是真，哪一个说法是假的呢？谁说了算呢？
其实呢，末法时期本来就是诸多乱象了，迷雾重重了。那有没有看见佛牙啊？其实不需要太在意。一个人呢，如果德不配位了，甚至是人神共愤了，即便是真佛来了哈，也护不住的，没办法保护你的啦。新加坡佛牙寺的这颗佛牙，当年开幕的时候，也引起佛教界啊、医学界啊、历史学家等等的争论。那时候记者也来问我啊，问我的意见呢啊。那其实我是觉得，真牙跟佛牙是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们会来问，是因为说，听说那一颗佛牙新加坡那一颗佛牙比一般人类的牙齿还要大，我是没看到了，他们讲的啦。因此，牙医界就认为说，这个绝对不是人类的牙齿，因为人的牙齿哪有那么大颗？你看到相片有拍出来很大颗，比我们牙齿还大颗啊。那佛教界就认为说，坚信认为说，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真正佛牙。那其实我刚刚讲有什么好争论的啊？佛牙是真是假根本就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心是否真诚。心念若诚啊，假佛牙也灵啊；心念不诚，真佛牙也不灵啊。其实我们家里所供奉的那个佛像啊，不管是你是木刻的或者石雕的，它也不是活生生的佛啊，它只是提醒我们见佛像如见佛而起恭敬心。所以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若着相，内心就乱，内心即乱了。所以学佛要能不妄心分别，没有分别心要能什么？要能舍妄取真啊，舍掉妄想然后截取真的部分，返璞归真，也是这样的道理呀。这样就是非妄非真。只要呢心无挂碍就是好像心经里面所讲的嘛，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这样子啊。那其实呢，要看佛牙，每天都看得到，不用跑到那么远的佛牙寺去看佛牙在哪里啊？佛牙就在自己的嘴巴里面佛心都在自己的心中了，佛牙怎么不是在自己的嘴巴里面呢？我们每天洗澡的时候也是要提醒自己这也是在浴佛不是1年1次的时候到了浴佛台那边去浴佛对，每天都在浴佛浴我们的自信佛，亲近己身，亲近己心，不是吗？同理佛在心中，那魔在哪里呢？魔当然也是在心中嘛。佛都在心中了，那佛牙更不可能是在外相上面，在外面的这个表象上面。对，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心念佛像也是如此佛牙也是一样那真正的佛牙不是在佛牙寺里面，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灵的灵山塔里面。真正的佛也不是在佛堂里面，而是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自信的显现那这样的观念呢，才是正念，才是正知正见。因为以前我们讲过嘛，心外无佛也无魔嘛，心外无法也无道，一切为心所造。这样一讲，大家都很清楚了嘛。所以正言上人才说，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这是正言上人讲的，这是非常务实的所以不是外求，而是内求。外求就变外道了，内求才是正道了。其实呢，口说好话也不吃动物的肉，说话就有好口气，这样就是佛牙。那常常脾气不好，动不动说话口气都很重，动不动就兽性大发，这样就是獠牙。对，佛牙跟獠牙是看人的很有道理嘛。那佛陀涅槃之后，经典的结集如果不是统一一个如是我闻，而是人人都以自己的见地自己的看法去如是我闻，这样很可能也会怎么样？众说纷纭，处处闻你说一套，我说一套，他说一套，
变成虚实难分辨了，理事不相应了。这样所闻之法就会落入类似法，东西很类似的类似法，而非正式法。上人讲的，我们要的是正式法，真正的正式法，而不是很类似的类似法。不过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上人说，2000多年前的如是我闻到现在时空转变，距离那么遥远，有些经中所说实在是不可考，无法考据，无法考证应该拉回来现在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结合。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值得我们深思的。菩萨道的深入经藏，深入大藏经，不是多念经或多听经，而是多行经，也是强调什么？身体力行跟实践。因为凡走过，必留下足迹。所以人文真善美慈济有个这个人文真善美这个志工团队呢，他就必须以动态的影视跟静态的文字把人间大爱的真人真事据实记载。因为今天的慈济活动就是明天的慈济新闻明天的慈济新闻呢，就是未来的慈济历史所以慈济历史结集起来叫做《慈济大藏经》。那这部大藏经呢，也不是把它束之高阁，或把它藏在那个藏经阁里面，不是，而是铺在地上，一代接一代的走下去。这个道理就是应顺导师所讲的人间佛教的道理。所以将慈济志工真人真事拍摄跟录影保存起来，这个就是上人所讲的为人间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100年之后更会发现这个的重要那这个就好像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为自己留下一些照片跟录影嘛，这个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人会说这个是在为自己做包装没有人会这样子想对不对？所以将慈济重要的活动一一拍摄录影，这个不是在包装。有人说你们这样的做是不是在包装？这不是在包装，而是说我所做，做我所说的文史的结集，是大爱历史的见证，也就是慈济大藏经刚才讲的嘛，更是什么现代法华经。这部现代法华经里面呢，所有的点滴记载都是真人真事，合情合理不是如是我闻，而是如是我做，都是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跟小人物感人的伟大事迹甚至许多被慈济帮助过的这些个案他也来做志工，成为志工了也成为慈济的委员了那这些点点滴滴呢，可以说是慈济人、慈济事好人好事传千里不只是全球60几个国家有慈济据点的国家呢，被当地的政府认同也同时被国际社会所赞赏肯定那这个就是所有全球慈济志工以情相牵、以法相会，以及付出无所求的大爱精神，获得国际的肯定嘛。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里面就充满了大乘佛法以宗门及法脉去全实并演的甚深微妙更是佛陀注释最后7年所讲的妙法莲华经的最大的目的跟本怀。这是佛陀注释最大的目的，就要开讲法华经，讲菩萨道因此呢，慈济团体的本质呢，不是只有慈善工作而已而是菩萨道法门的气悲运智所产生的回响跟共鸣，这个是无远弗届的尤其这次呢，新冠疫情的防疫物资跟纾困慈济援助的国家达到127个国家地区再加上上个月4月底慈济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式签署备忘录合作要在边兰边境就乌克兰的边境帮助乌克兰的难民那这些历史的大因缘呢，慈济从来没有缺席过的它所代表的就是台湾人回馈国际社会的爱心，英文叫做 Taiwan Can Help 这些都算是真人真事的现代法华经，是宗门的弘扬跟佛法的欣显好，话说回来呢，我们这个线上读书会呢也好，或所有的读书会都好了，
也是要参加读书会的人呢，能够学以致用，解行并重啊，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读书啊。知识学的再多，如不能转世成智的话呢，那书读的再多又怎样？所以是为了启发智慧而读书，这个观念要理清楚。很会自修读书，也懂得千经万论，但却不走入人群去外行，这样所读的书不能学以致用，只能叫做书匠。很会读也叫做书匠啦。所以不能读死书，读书也是要有要领啊，要有方法啊。读你千遍不厌倦又怎么样？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还有又怎么样？对，能读万卷书是很好，但读的再多，也只是停留在知识的领域里面的，还要能够行万里路，甚至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因为呢，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这是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同理啊，医生如果只有妙手，很会动手术，但没有妙法，这个也不能叫做良医啦，只能叫做医匠，因为只会医病，不会医人跟医心呐。那医生要有妙手，才能够帮病人动手术，解除他的病患嘛。但还要有妙法，才能够去安病人的心灵，两个同样重要。这个没有走入人群去实践呢，就无法印证视病如亲的妙手妙法妙人医。所以有医术，还要有医德，还要有医疗人文。有读书，还要能学以求解，解后能行，这样才是解行相应啊。做得到呢，就是从平凡中见证超凡呐。英文叫做 From ordinary to ultraordinary。ordinary 就是平凡平常的意思了，那 ultraordinary 就是超凡啊。先做到超凡，才有可能呢入圣啊，叫做超凡入圣嘛哈。那也就是先要做到超越人性啊，才有可能去接近佛性。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啊，合逻辑才会合情合理的啊。那还有一个逻辑也是要把它理清楚的，要净化人心，要先净化自己。要唱让爱传出去之前，要先唱把爱找回来啊！自己要先有爱啊，才有可能对外送爱嘛。对，那自己要做得很欢喜啊，那才有可能跟别人法喜分享嘛。同理呀，你要传法给别人之前，必须自己先要有法。我们总不能给别人我们没有的东西嘛。对，法要自己先感觉好用，这样对别人说法才会有说服力啊。就好像自己身体体弱多病，你还要跟别人推销健康食品，那这样谁会给你买啊？道理也是一样嘛。所以离我们很近的事情，甚至我们自己本分要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那如何要去做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呢？所以不能舍近求远嘛。以前我们讲过这句话，人到耳，天道远，就是这个意思嘛。也是就是如这年上人所讲的啦，曾经开示过一句话啦：你身边的人你都不能去爱，那你的大爱是要爱谁呀？这也是醍醐灌顶的一句开示啊。学佛有4个次第，大家都知道嘛哈，就是信解行证啊。信相信佛法，解也了解佛法之后，行还要去力行，行就是用法的意思啦。那用在哪里啊？用在人群中跟工作中嘛，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解行相应。刚才讲的嘛，解行相应嘛，就是这个意思啊。从人群中跟工作中去得到印证啊，最后也会因证而悟，因觉而悟啊，这就是呢正信佛法的真实之道，也就是合情合理的真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希望在座的各位今天晚上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也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